凌晨1点多，急诊室的灯亮得刺眼，救护车的鸣笛声刚停，73岁的王春满阿摸就被推了进来。他胸口闷得喘不过气，整张脸白得像纸，手脚冰冰冷冷，紧紧抓着床沿不放。开口第一句话带着哭腔：我天天吃番薯养生，怎么会差点没命？这句话一出来，我就知道，又是一起被错误养生观念害到的肾脏急症。王阿摸家住嘉义乡下，一辈子规规矩矩过日子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饮食清淡，从不碰油炸重口味。街坊邻居都夸他是最会顾身体的长者。退休后，他每天早睡早起，帮忙打理家里的小菜园，日子过得安稳又舒心。大概1年前，身边亲友都在说番薯是长寿食材，护心脏，通肠胃，老人多吃身体好。子女听了也很上心，天天给他买紫心番薯，让他早餐直接代替白米饭，下午饿了再吃1颗垫肚子。有时候蒸番薯吃着噎喉咙，他就顺手拿家里腌的萝卜干、酱瓜配着吃，再喝2口腌菜汤，觉得顺口又解腻。他就这样安安稳稳吃了快1年，前3个月身体没半点异样，吃得香，睡得好，走路干活都有力气。可从第4个月开始，不对劲的征兆慢慢冒出来。早上起床脸肿眼泡胀，他以为是枕头没睡好，下午脚踝肿得发亮，脱袜子会留下深深的印子，他只当是站太久累到了，偶尔心跳变快，爬楼心慌气短，他也觉得是年纪大了，血压不稳，吃点降压药就没事儿。从头到尾没人想到问题出在天天吃的番薯身上，更没人留意到最沉默的肾脏正在一点点被损伤。肾脏真的是人体最隐忍的器官，它不喊痛，不叫苦，默默过滤身体的废物。等到有明显症状时，损伤往往已经很难挽回。医学上有明确数据，人过了40岁，肾功能每年会自然下降 1%， 到了70岁，就算没有任何肾脏疾病，肾功能也只剩下年轻时的70%，这70%的过滤能力对付日常饮食刚刚好。可一旦遇上高钾食物，就会不堪重负。番薯里含量最高的关键物质就是钾，钾本身是身体必需的矿物质，可对肾功能衰退的高龄长者来说，过量的钾就是隐形杀手。一颗普通大小的番薯含钾量大约500毫克，差不多是高龄老人肾脏一天能安全代谢钾总量的1/4。王阿摸一天吃2颗，光番薯就摄入了将近1半的安全限量，再加上3餐里蔬菜、肉类的钾，肾脏根本排不赢。多余的钾堆积在血液里，就会引发高血钾。这种病症最凶险的地方是会直接影响心脏，干扰心跳节律，轻微的会心慌胸闷，严重的会导致心脏骤停，危及生命。很多长辈都会问，我年轻的时候吃再多番薯都没事儿，怎么老了就不行了？道理其实很简单，年轻时肾脏像全新的滤水器，水流顺畅，废物排得干净，可年纪大了，滤水器用了几十年，滤芯堵塞，效率下降，同样的钾摄入量，年轻时能轻松排出，老了就会堆积成灾，身体机能在变老，饮食习惯却没跟着调整。这就是我在临床20多年见过最多也最可惜的致命误区。单独吃番薯已经有负担，更危险的是长辈们最常见的搭配习惯。第一个致命错误搭配就是番薯配腌菜，这是藏在台湾家庭餐桌上的咸味陷阱。10个人吃番薯，有9个人会配腌萝卜干、酱瓜、腌白菜，再喝2口咸汤，觉得是天衣无缝的组合。甚至有人说腌菜能助消化，可在肾脏科医生看来，这对60岁以上的长者来说是最伤肾的吃法。番薯是高钾食物，腌菜是高钠食物，钠进入身体后会让血压快速升高，加重肾脏的过滤压力。更关键的是，钠会抑制钾的排出，把钾死死锁在血液里，形成钠诱导钾排泄受阻的状况。简单说，腌菜的咸味直接关上了肾脏排钾的大门，让钾越积越危险。2022年欧洲肾脏医学杂志的研究追踪4000多名长者5年时间，
发现长期高钾搭配高钠饮食的人，急性高血钾风险高出2倍、3倍。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的研究也显示，65岁以上长者连续3周这样搭配饮食，肾功能损伤指标平均上升 17.8%。台北荣民总医院肾脏内科的临床数据更直接，因高血钾急诊入院的患者中，超过60%都有长期高钾食物配高盐食物的习惯。王春满阿摸就是这样一步步把养生的番薯吃成了伤肾的隐患。现在我请大家立刻停下手里的事，做一个简单的自我检测，坐直身体，双腿放平，用大拇指用力按压小腿内侧的骨头部位，按压10秒钟后松开。如果凹陷处马上回弹，说明身体排水正常；如果凹陷久久不恢复，就是肾脏排水功能下降引发的水肿。出现这种情况，一定要尽快去医院检查肾功能，重点测肾丝球过滤率和血钾水平，千万别只测血压就草草了事。第二个隐蔽度极高的错误搭配是番薯加香蕉，牛奶打成养生冰沙。现在很多子女孝顺，怕长辈咀嚼费力，就把番薯、香蕉和牛奶一起打成浓稠的奶昔，觉得营养翻倍，好消化又养生。可这种做法对衰退的肾脏来说，就是双倍钾炸弹。一颗番薯加1根香蕉，钾含量加起来接近900毫克，几乎占满高龄长者肾脏1天的钾代谢上限。短短几分钟喝进肚子里，钾瞬间涌入血液，肾脏完全来不及处理，血钾值直线飙升，直接威胁心脏安全。再加上牛奶里含有的磷，肾功能弱的时候无法正常排出，磷在血液里堆积，会迫使身体从骨骼中提取钙质来平衡。钙质流失后会沉积在血管壁上，让血管变硬变脆，引发血管钙化，血压失控。中风和心肌梗死的风险都会大幅上升。成功大学2020年在日本肾脏病学杂志发表的研究，追踪2000多名轻度至中度肾功能下降的长者6年，发现每天把牛奶和高钾食物同吃的人，肾功能衰退速度比分开食用快 23%。 这个数字看似不大，却可能让长者提前好几年面临肾脏衰竭的风险。新竹一位74岁的张伯伯，退休前是工厂师傅，身体一直硬朗，子女心疼他，每天早上给他打番薯香蕉牛奶冰沙，说是补骨养生的秘方。张伯伯不忍心拒绝子女的孝心，天天坚持喝。3个月后，他开始全身起痒，是皮肤深处的痒，抓得破皮流血都缓解不了，晚上痒得睡不着觉，整个人憔悴不堪。到医院一检查，血磷值超标将近2倍，骨密度反而比之前更低，这就是磷堆积刺激神经，钙质流失损伤血管的典型症状。我让他立刻停掉这款养生冰沙，2个月后瘙痒才慢慢减轻。可血管和骨骼的损伤却需要漫长的时间慢慢调理。第3个针对糖尿病长者的紧急陷阱，就是用烤番薯代替米饭。很多糖友长辈听说白米饭升糖快，就改吃街边的烤番薯，觉得天然食材更健康，却不知道蒸煮和烤制的番薯对血糖和肾脏的影响天差地别。蒸煮的番薯水分充足，升糖速度慢，属于低升糖食材。可烤番薯经过高温烘烤，水分大量蒸发，糖分和钾被高度浓缩，升糖速度直接飙升，和蛋糕、甜饮料不相上下。糖尿病长者长期用烤番薯代替主食，血糖会持续失控，损伤肾脏里的微小血管，诱发糖尿病肾病，这是导致肾衰竭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同时，浓缩后的钾含量更高，双重打击下，肾脏根本承受不住。台湾卫生福利部2021年的糖尿病患者营养指南明确提醒，烤番薯不适合作为糖尿病长者的主食替代品。国立交通大学2023年的研究也证实，烤番薯的升糖速度比蒸番薯高出4成5%。
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内分泌科的临床数据显示，不少血糖失控入院的糖友长辈都有长期用烤番薯代替白米饭的习惯。王春满阿嬷还算幸运，一直吃的是蒸番薯，可她同时犯了番薯配腌菜。过量食用2个错误，连续数月的错误饮食，最终引发急性高血钾。送医时，她的血钾数值远超安全上限，心电图显示心率严重异常，随时有心脏停跳的风险。经过紧急救治，王阿嬷终于脱离危险。清醒后，她拉着我的手哭，我只是想顾身体，怎么会吃出这么大的毛病？我轻声告诉她，番薯本身不是坏东西，吃对了是养生，吃错了就是伤身，肾脏老了，吃法一定要跟着改。听到这里，很多长辈都会问，肾功能下降了，是不是这辈子都不能吃番薯了？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大家，不是不能吃，是要学会科学去钾的吃法。这种方法能减少番薯里将近1半的钾含量，大大降低肾脏负担。具体步骤简单又好操作。第一步，一定要彻底去皮，切成小块。番薯的钾大多集中在薯皮和皮下组织，去皮能先去除一部分钾，切成3公分左右的小块，能增加河水的接触面积，让钾更容易析出。第二步，用40度左右的温水浸泡2小时以上，中途换一次水。钾是水溶性物质，浸泡时间足够，大量钾会自然溶到水里。第三步，多加水煮熟，一定要倒掉煮番薯的水。很多长辈舍不得倒掉香甜的番薯汤，可汤里全是溶出的钾，喝回去等于前功尽弃，必须果断倒掉。就算做好了去钾处理，也不能贪吃，每天最多吃半颗，差不多小朋友拳头大小，而且要选在早上或中午吃，这2个时段身体新陈代谢快，肾脏负担小，绝对不能晚上吃，夜间肾脏功能减弱，钾更容易堆积，造成风险。同时要严格遵守食用禁忌，坚决不搭配腌菜、咸菜、酱油等高盐食物，不同时吃香蕉、番茄等高钾食材，不与牛奶混合打成冰沙。糖尿病长者坚决不吃烤番薯，蒸煮番薯也要严格控制分量。王春满阿嬷出院后，严格按照科学方法吃番薯，3个月后回诊，肾功能指标恢复到接近正常水平，血钾稳定，心跳规律，整个人精神饱满，还特意带来自家菜园种的青菜感谢我。看着他恢复健康的样子，我既欣慰又感慨，因为我见过太多相反的案例，肾脏细胞没有再生能力，一旦损伤过重就无法逆转，末期肾衰竭患者只能依靠洗肾维持生命。1周3次，1次4小时，饮食被严格限制，连喝水都要精打细算。子女还要放下工作轮流照顾，原本安稳幸福的晚年被错误的饮食习惯彻底打乱。我做肾脏科医生20多年，见过太多长辈，明明生活习惯很好，却因为错误的饮食观念把养生变成伤身。他们不是不爱自己，也不是不珍惜身体，只是缺少正确的健康知识，错把网络上邻里间的误区当成了养生良方，好心办了坏事，这才是最让人痛心的地方。我们的身体陪伴自己60、70年，辛苦操劳一辈子，老了更要用心呵护。养生不是跟风吃网红食材，不是盲目代替主食，而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，吃对、吃少、吃科学，不用等到身体报警才后悔，不用等到进了急诊才醒悟，现在改变一点都不晚。想象一下，一个温暖的清晨，阳光洒在阳台上，你能自己走到菜场挑选新鲜的蔬菜，能轻松地做饭、散步，能弯腰抱起可爱的孙辈，能和老伴一起逛公园聊家常，这种平凡又自由的生活，就是晚年最珍贵的幸福。而这份幸福，只需要我们多懂一点饮食知识，多顾一下自己的肾脏，就能稳稳守住。别让一颗小小的番薯毁掉辛苦一辈子的安稳晚年。别让错误的养生观念伤害最爱自己的家人。如果你家里有长辈天天吃番薯，
却不知道这些隐藏的风险，一定要把这段内容分享给他们。这不是多管闲事，是最实在的关心，是在危险到来之前守住家人的健康平安。如果你愿意，可以在评论区写下你最牵挂的家人的名字，提醒自己，也提醒身边每一位长辈多一分健康知识，少一分疾病风险。肾脏还在默默为我们工作，我们多用心一点，让它陪我们更久一点，让晚年生活少一点病痛，多一点安康，少一点担忧，多一点自在。这才是最靠谱、最实在的养生之道。